刚看完了双子座流星雨，你还想去看象限一座流星雨吗？其实我想的。那想的话，它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先听好消息。好消息就是这场流星雨的 ZHR 还是能够达到120颗每小时，流星的速度呢高达41公里每秒，也容易出现火流星。那看到火流星的概率也是很大的。那坏消息是啥？坏消息就是这次极大刚好赶上了满月，月光会把大部分暗流星给盖住，实际每小时能看到的数量就会大打折扣了。不过别灰心，观看的时候远离月亮的那个方向，依然还是能够看到亮度高的火流星。不过这一点呢，见仁见智，没有条件的小伙伴就不用硬去看了，也可以点上关注。我们这天气允许的话，也会直播带大家一起看。永远不要停止思考。我是阿依，我是娜娜。家人们，2026年的第一份星空新年礼物，象限一座流星雨就要上线了。虽然离双子座流星雨不算远，但是它作为北半球3大流星雨之一，这次既有看点也有挑战。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场流星雨的主要看点。那说到这场流星雨，它的母体又是什么呢？它和双子座流星雨的母体类似，并不是彗星，而是一颗名为2003 EH1 的近地小行星。这颗小行星呢，直径大约3公里，绕太阳绕一圈呢，大概需要5.52年。天文学家推测它可能是一颗死了的彗星，原本是彗星，结果后边它的表面上的冰物质都耗尽了，只剩下了岩石和金属的内核，所以留下的这些碎片就撞进了大气层，形成了这场流星雨。还有一个点呢，就是它的名字里的象限一座，这个其实上居然是一个古星座的名称。这个星座呢，用星图软件其实上大家无法直接现在去找到，因为在1930年的国际天文联合会就确定了88个现代星座里，这个星座被并入了牧夫座、天龙座和五仙座之间。所以找辐射点的时候，不用纠结星座名，瞄准东北方的天空，就在北斗七星那个斗柄的附近就可以了。那挺好找的。是的，同时观看的时候也可以不用盯着辐射点去看，也不用局限于我要面向哪个方向去看，只要避开月亮的方向就可以了。因为随着辐射点的升高呢，流星会出现在整片天空的任何地方，靠近辐射点的流星会看起来短一点，远离辐射点呢就会显得长一些了。那这次流星雨咱们推荐什么时候去看呢？它的活动期很长，从2025年的12月28号到2026年的1月12号，它都是活跃期。不过这期间它的流量变化很剧烈，入夜之后都可以看得到流星。但是呢，它的峰值特别的集中，也就6个小时左右，也就不能像双子座流星雨那样提前一天依然可以看，延后一天也可以看。它的极大时间呢落在了1月4号的凌晨，推荐大家的观测窗口就是1月3号入夜到4号的黎明之前。等辐射点升高呢，流星会更加的密集。那它的窗口期就是很短的。对，没有错。那这次的流星雨是不是也推荐到光污染小的地方去看呢？对，在城里边也不是完全不行，但是你要想看得爽，还是得抓2个重点：视野要开阔，以及光污染要小。优先呢选择郊区的山顶、开阔的田野，或者是远离城市的公园等等没有太多遮挡的地方。大家可以提前查一查光污染地图，选择国标1到2级的区域是最佳的。3级以上的地区虽然也能看到，但是只能看到亮流星了。如果没有交通工具，在城市里边的大型公园也可以凑合凑合。像上次双子座流星雨，有很多小伙伴就在直播间里告诉我们，他们哪怕是在特大城市，比如说广州那种城市，他也看到了很亮的流星雨。只要找到没有高楼遮挡的地方，抬头看一看，也有机会邂逅流星雨。小伙伴们如果想拍下来纪念的话，有没有什么好的操作教程呢？那也是可以拍得到的，而且教程很简单，记好这几步就行。手机党要注意，一定要带一个三脚架，不然拍出来的就是陡的、糊的。打开你的专业模式，对焦拉到无穷远，再稍微调回来一点点。不过有些是小伙伴的手机，它调到无穷远就已经10了，可以让你的星点到最清晰的状态就可以了。快门呢设置8到12秒，太长星星就会脱线了，太短呢有可能就会错过流星。ISO 选择1600到3200，推荐呢使用蓝牙的遥控器，没有的话可以用倒计时或者是语音拍照也可以，连续拍个10几分钟，运气好刚好拍到流星，那你就成功了。相机党呢更简单了，带上你的三脚架，选择广角的镜头，光圈开到最大，快门设置10到15秒， ISO 设置800到1600，开启连续拍摄就可以了。不过满月呢记得要避开月亮的方向拍摄，同时适当
当，降低 ISO， 减少噪点，这就是拍摄的技巧了。同时呢，还有几个超级重要的提醒：1月份的凌晨特别的冷，尤其是到了郊区，记得把羽绒服、帽子、手套、暖宝宝这些都得安排上，别为了看流星而冻感冒了。夜间的观测呢，一定要和朋友结伴而行，别去太偏僻的地方。照明呢，使用红色的手电筒，如果没有的话，还是老办法，套个红色的塑料袋。白光呢会破坏你的夜视能力，还会影响到拍摄。提前24小时呢查看天气，云量低于30%才适合出发。阴天、雾霾天就果断放弃了，不要出去挨冻了。有条件跑的小伙伴，那么也可以尝试跑个50-100公里，去附近晴朗的区域再看看。还有呢，就是一定要有耐心，流星是随机出现的，可能10几分钟才能看到一颗而且不是在你预料的方向出现。趁这个时间呢，其实上你可以看看冬季的银河，也可以看看猎户座、金牛座，多认识一些星座也是不错的收获。虽然这次有满月的干扰，但是作为2026年首场大流星雨双子座大家估计都看腻了，但是这次能在寒夜里边邂逅几颗明亮的火流星，真的也是很浪漫的事情。如果1月3号我们这边天气给力，会开直播带大家一起看，一起等火流星划过天空，一起聊聊拍摄的参数这些，记得点个关注，不要错过。那么大家打算去哪里观测？有没有拍摄流星的小技巧想要跟大家分享？我们可以在评论区里聊一聊，一起沾沾2026年第一场星空好运。永远不要停止思考，祝大家天晴，拜拜。